美联储是通过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工具对美国股市产生深刻影响的。对于美股的投资者而言，了解这些政策工具和他们对股市的影响非常的重要。这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市场趋势，还有助于我们的投资策略。大家好，欢迎回到 Simba 成长和财商频道。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联储。本期节目将分为3个部分。首先，我们将回顾美联储的历史。虽然这部分用了较大的篇幅，但是我相信了解这段历史，对于充分理解美联储的运作方式及其对美国股市的影响都非常的重要。接下来我会介绍美联储的运作机制，最后我们将探讨美联储的政策是怎样传导到美国股市的。美联储成立于1913年，距今仅有110年的历史，这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年轻很多。想想看，美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早在1792年就已经成立了，远早于美联储。这些事实是不是有点颠覆你的认知呢？我正在计划制作一期节目，深挖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及美股背后的历史。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就请在评论区留言吧。如果反响热烈，我很快就会制作一期节目来揭秘这段历史。我从不少的书中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影片中看到这样的说法，在美联储成立之前，美国是没有中央银行的。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在美联储成立之前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是通过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国家银行系统以及面对金融危机时的临时措施来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能的。第一、第二银行的成立本就是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和货币问题，但是他们的特许经营权都只有20年。在第二银行的特许经营权未获得续权之后，美国就进入了自由银行时代。当时各州纷纷成立自己的银行，并且发行自己的货币。这种自由银行体系虽然目的也是为了推动银行业的发展和货币流通，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和标准，导致货币价值的不稳定和银行的频繁倒闭。到了1907年，发生了一场极为严重的银行危机，更是成为了美联储成立的直接催化剂。1907年的金融危机非常之风云诡谲，如果要讲清楚这段充满转折的历史，一期节目可能都不够。简单的来说，就是1907年10月的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经济。这次危机导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暴跌了 50%， 引发了经济衰退和公众对银行以及信托公司的大规模挤兑。随着州和地方银行以及企业的接连倒闭，恐慌从纽约迅速蔓延至全国。由于当时缺乏一个中央银行系统来为市场提供流动性，金融家 JP Morgan 不得不自掏腰包进行干预，并且说服其他的银行家跟进。虽然金融危机在1个多月之后基本得到控制，但是紧接着又爆发了更为严重的危机。从1907年到1913年，美国国会和金融界领袖不断探讨货币政策和银行体系的改革。整个过程充满着争议和妥协，直到1913年的12月23日，正好卡在圣诞节平安夜之前，美联储法案才最终获得通过，并且由当时的威尔逊总统签署成法，成立了联邦储备系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美联储。我最近撰写了一本名为《理财姐妹花》的书，英文名是 Financial Management Essentials Unlocked。 这本书采用小说的形式，通过一对表姐妹和她们身边人物的对话，在不同章节中逐步揭示出理财投资的核心原理，以及许多可实践的策略方法。这本书的英文版已经在亚马逊上架，电子书的售价仅为$5.99。如果你是 Kindle Unlimited 的用户，随时都可以去免费阅读这本书。我已经把这本书在亚马逊的链接放在了影片描述栏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看一看。美联储成立之前，它的核心使命是应对银行危机引发的恐慌，并担负起中央银行的职责。不同于其他的央行，美联储的职责不仅包括维护物价稳定，还包括促进充分就业。而其他的央行，例如欧洲央行，主要还是以价格稳定为目标。美联储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它的权力源自于美国国会，但是它的决策无需美国总统或者是立法机构的批准。这种独立性也是美联储的标志之一。美联储的独立性具体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货币政策的自主制定。美联储独立于政府部门，拥有自主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包括调整联邦基金利率、实行量化宽松或者是紧缩政策等，以控制通胀和促进就业。第二，美联储在财政上是自给自足的。美联储不依靠政府拨款，它的运营资金来自于
金融市场操作的收入，这不仅确保了它操作的自主性，而且每年还能向政府返还数十亿美元。尽管它的财政阻力和结构的特殊性让人误以为美联储是一个私人机构，但实际上美联储依旧受到美国国会的监督。虽然国会是不可以直接干预，但是依旧可以通过立法来调整它的职能。第三点就是人事任命的独立。美联储的领导层包括主席和理事会成员需由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但是一旦被任命之后，他们即使在政策分歧下也不会被解除职务。美联储主席和理事会成员分别长达4年和14年的任期设计，目的都是为了减少政治因素对美联储决策的影响。第四点就是决策过程的独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决定的，这个委员会会定期召开会议，会议纪要和决策理由都会向公众公开，政府无权直接干预。关于 FOMC 我们将在后面的部分重点介绍，这里就先不细说了。为了维护独立性，美联储拥有全世界最为复杂的组织结构。然而要了解美联储的运作机制，我们只需要关注3个关键实体：联邦储备委员会、地区储备银行以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联邦储备委员会又被称为美联储董事会，是美联储的行政管理机构，负责监管美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你可以把它看作美联储的心脏。它是由7名成员组成，包括1位主席和1位副主席。这些成员是由美国总统提名，并需要美国参议院的确认。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不仅仅是整个美联储的实际领导人，还负责主持董事会和 FOMC 的会议。在美联储法案的初步制定过程中，立法者有意避免了创立一个单一的中央银行的模式。因此，当我们讲到美联储银行时，实际上指的是12个分布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这些地区银行虽然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与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紧密合作，但是每个地区银行在日常运营上也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结构和美国的政治体系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美国的50个州在立法和政府管理方面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同时又与国会以及联邦政府在更广泛的框架内保持一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是美联储系统中负责制定国家货币政策的关键机构，它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调控联邦基金利率，进而影响货币供应量和贷款成本的。FOMC 的成员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的7名成员、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以及其他4个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这4位总裁每年按照既定的轮换顺序参与投票。这12名成员也被称为票委，即拥有投票权的成员。尽管不在轮换范围内的其他8个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也会参与货币政策的讨论，但是只有这12名票委在决策时拥有投票权，因此他们的立场对于美联储的决策和货币政策的方向具有重大的影响。FOMC 成员的立场通常被分为鹰派和鸽派2种。鹰派成员是主张提高利率以控制通胀，而鸽派成员则倾向于维持低利率以促进就业。考虑到联邦储备委员会的7名成员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是固定票委，华尔街分析师在预测下一年的股市走势时，会特别关注4位轮换票委的政策立场。美联储是通过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工具对美国股市产生深刻影响的。对于美股的投资者而言，了解这些政策工具和他们对股市的影响非常的重要。这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市场趋势，还有助于我们的投资策略。那美联储的政策工具有哪些呢？美联储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通过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来管理货币供应量的。其他的次要手段还有调整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和调整贴现率等。调整联邦基金利率会直接影响银行间的借贷成本，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借贷利率，包括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消费者的贷款利率。当利率下降时，融资成本变得更为便宜，企业和消费者的支出增加，经济活动得到刺激，股市往往会呈现上升的趋势。相反，当利率上升，则会增加融资成本，减缓经济活动，股市通常会呈现下跌趋势。以上是美联储使用的传统的政策工具，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影响银行间隔夜借贷的联邦基金利率。这类操作通常涉及短期国债的买卖，调整的是短期利率。然而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仅仅依靠这些传统的工具已经无法有效地应对危机的严重性。面对极高的经济衰退风险和几乎冻结的信贷市场，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至接近0的水平。
但这仍不足以恢复市场信心并刺激经济的增长。于是美联储转向采用非常规的政策工具，量化宽松，也就是 QE。QE 的核心在于通过大规模购买长期政府债券和抵押支持证券 MBS 来直接增加金融系统的流动性，降低长期利率，刺激银行贷款和投资，从而支持经济的恢复。这一策略不仅有助于股市恢复上涨，还可以通过增加对长期国债的需求，提高债券价格，降低了债券的收益率。债券收益率的变化又会影响投资者对于股票和债券的相对偏好，进而间接的影响股市的走势。具体来说，当债券的收益率下降，股票就变得相对更有吸引力，资金就会流入股市，推高股价。总而言之，量化宽松和量化紧缩作为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不仅通过调节长期的利率直接影响股市，还可以通过改变长期债券的价格，间接的影响投资者对股票和债券的相对偏好，从而对股市产生影响。虽然我们认可 QE 和 QT 的强大威力，但是就像双刃剑一样的，它们的效果迅速，但是副作用也不容小觑。以 QE 为例，通过大规模的购买长期债券， QE 政策有效地降低了长期利率。这一举措也驱使投资者为了追求更高的回报而涌入股市和其他的风险资产中，进而推高这些资产的价格，形成泡沫。同时 QE 还会导致流动性过剩，增加通胀的压力。例如2020年疫情之后，美联储就采取了降息加上 QE 的措施，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复苏，股市也迎来了大幅的上涨，甚至刷新了历史新高，但是同时也引发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此外，银行对 QE 也并不十分欢迎，这是因为长期债券收益率下降，收益曲线会变得更为扁平，削弱了银行的净息差收入，进而影响其盈利能力。感谢大家在今天节目中与我一同探讨美联储的历史、运作机制以及对美国股市的影响。如果你喜欢今天节目，请点赞转发并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期的分享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